类的历史充满了杀戮。如果我们可见的长辈曾经经历过惨烈的屠杀事件，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左岸光影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《永不告别》。《永不告别》的作者韩江是202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让我注意到这位韩国作家。后来我看到朋友去济州岛旅游的时候，在脸书上写了他读《永不告别》的感想，我才知道这本关于济州4·3事件的小说，也才第一次知道韩国的转型正义中有济州4·3事件这件惨案，而且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层级的小说作家以此为题写了小说，于是我就找来读了。《永不告别》这本小说叙述的是，小说家庆和自从写了一本关于大屠杀的小说后，开始噩梦连连。此时，他的摄影师朋友仁善因为发生断肢意外而在首尔住院，所以拜托庆和帮忙到他在济州岛的家里喂鸟。庆和经过千辛万苦，穿越济州岛恐怖的暴风雪，来到仁善在济州岛偏远山区里的家，并在这里发现仁善作为济州岛4·3事件遗族的家族创伤。这里我们简要说明仁善父母的故事。韩江《永不告别》中叙述，1948年，仁善的母亲家里遭遇屠村的时候，他和姐姐因为去堂叔家帮忙而逃过一劫。他和姐姐得到消息后，回家寻找亲人的尸体，在尸堆里把一张张尸体脸上的积血拨开，最后发现小妹一息尚存。仁善的母亲咬破手指，让小妹吸吮她手上的鲜血续命。此外，他们发现哥哥不在尸堆里，于是开始到处打听哥哥的下落，而不得结果，最后放弃。直到1960年，因为5·19事件，李承晚总统下台，济州4·3事件的受难家属才终于有寻觅一丝线索的机会。后来，仁善的母亲听说大邱刑务所有一位服刑满15年的年轻人被释放的消息，于是下定决心去找他。这位年轻人就是仁善的父亲。仁善的父亲在济州岛开始风声鹤唳的时候，因为以年龄和性别来说，他最容易被盯上，所以他白天都躲在山上的洞穴里。没想到军队按家户名册抓人时，他的不在场连坐全家被杀。7天后，他因为寻找粮食，也被警察逮捕，坐了15年的牢。出狱时，因为拷问而罹患手颤症，靠着帮助寄居的家庭种橘子，以及免费为村子砌砖，而逐渐得到村子的认可。但是大家还是跟他保持距离，毕竟他是有过刑事在身的人。仁善问过母亲几次，他和父亲如何开始亲近，母亲却总是不着边际地说着父亲怎样在刑务所里被拷打。每当母亲说起父亲被拷打的事，他就会开始后悔为什么小时候只会嘲笑哥哥的头发很奇怪，然后陷入自责。小说中对仁善母亲在他哥哥还活着的时候，怎样跟哥哥相处的种种细节，以及哥哥陷入危险或身在狱中的时候，母亲和阿姨的各种担心有不少描写。还有后面仁善的母亲和阿姨一直到处打听哥哥的下落，但是一直找不到。阿姨甚至直接定了哥哥的忌日，一直到1960年，母亲才终于找到哥哥已经在矿山被射杀的证据。这些都让我想起近来广受好评的台湾电影《大萌》中女主角和哥哥相处的情形。后来，仁善的父亲在仁善10岁左右就离世。从小说中，我们无法确知是否是因为拷打与牢狱生活的恶劣条件，
才导致他的早逝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仁善的母亲在屠杀后的尸堆中救出小妹后，曾经咬破手指，让小妹吸吮她手上的鲜血续命。小说叙述，后来每次手指出血时，每当指甲剪得很短而出现伤口时，尚未完全结疤的伤口不小心碰到盐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在黑暗中吸吮自己手指的嘴巴。当他晚年失智时，仁善描述他会在我睡觉的时候把手指伸进我的嘴里，抚摸我的脸，像孩子一样哭泣。我无法把那又咸又黏的手指硬拽出来，只好忍着。我想这也是仁善母亲严重的创伤经验导致的反应之一吧。小说第3部又用了相当多的篇幅，让仁善描述他的母亲晚年失智的时候，反复受到创伤记忆的侵袭。仁善的母亲会每天晚上爬过门槛，爬到仁善的房间里，重复他当年为了救妹妹的命，把手指伸到妹妹的嘴里，让妹妹吸吮她鲜血的动作，也把手伸到仁善的嘴里，紧紧地抱着她，不让她睡觉。有时候把仁善当成妹妹，有时候把仁善当成姐姐。仁善的母亲神志清醒的时候，会不停说着自己的记忆，但是在清醒的闪光消逝后，又会混乱地把整个家当成是他少年时期住过的各种地方，还会拉着仁善躲在餐桌下，喊着仁善的名字，仿佛是要保护当时还没出生的仁善。此外，小说第1部详细地描写仁善在做木工时，不慎遭到断指伤害，为了成功接上断指的神经，仁善必须请一个看护。看护的工作是要经常性的在他缝合的伤口上插针，每3分钟一次，让血一直流，必须不断流血，感受到疼痛，这样神经才不会死掉。我想到都觉得这样实在非常痛。韩江似乎也用这段情节隐喻，历史的伤口必须不断的被直视，才能让大家永远记住，也才能继续往前走。而断指治疗的过程中，仁善几乎想放弃，但是医生告诉他，就算现在放弃了，也会一辈子有患肢痛的问题。我想这似乎也隐喻了，即使忽略历史创伤，伤痛也会一直存在。不过我在阅读《永不告别》的过程中，产生了一个疑问。在第2部夜的章节中，庆和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仁善在济州岛的家，发现仁善的鸟阿麻已经死了。庆和埋葬阿麻后，隔天早上却又看见阿麻回来了。到了晚上，庆和也总觉得阿麻还在笼子里。当庆和走进木工房时，竟然又看到了本来应该在首尔医院里的仁善。仁善一边为暖炉生火，一边说，因为太想你了，有时候觉得你好像一直跟我在一起。但仁善不是应该在医院吗？为什么现在会突然出现在家里？接下来仁善说，他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感觉一直有别人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留下来。当初他的另外一只鸟阿米走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或许阿麻和仁善的出现都是庆和思念意志的展现，而还活着的仁善之所以会出现在异地，或许是类似日本生灵的概念吧。到了第3部火花，庆和原本和仁善一起躺在雪地里，突然庆和意识到，仁善是不是真的跟我在一起呢？当他看着已经很短的蜡烛因为雪花而熄灭时，庆和尝试用火柴重新燃起蜡烛，想着如果烛火再度燃起，他要抓住仁善。如果没抓住，
仁善也许就会回到他的病床上，继续忍受在伤口上反复扎针。这段叙述或许也说明了，仁善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出于庆和的意念。所以我非常推荐《永不告别》这本书，尤其推荐给所有对转型正义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因为韩国的转型正义跟台湾非常像。关于4·3事件的故事，相信经历过2·28事件的台湾人也会很有感觉。我因为看了韩江《永不告别》这本小说，才知道原来韩国现在作为旅游胜地的济州岛，在冷战时期发生过这么惨烈的事件，也让我产生好奇心，去查济州4·3事件发生的背景，发现济州4·3事件的导火线1947年的3·1关德庭事件发生的时间，竟然几乎与台湾2·28事件同步，只差1到2天。于是我更好奇了，再继续查下去，发现连事件发生的背景，甚至过程都跟2·28事件相当相似。于是我规划了一趟济州岛旅行，特别去拜访4·3和平公园、4·3和平纪念馆和导火线发生地关德庭，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一起加入讨论哦。